易同学你好。你好，那能不能讲讲看是什么样的情形要来这里呢？然后我最近跟我妈妈发生很大的冲突，就是我妈妈希望我去考公职，可是我觉得那并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拒绝了妈妈的请求。但妈妈就非常的生气，她就跟我大吵了一架，然后之后就跟我冷战。但我很不喜欢这种冷战不舒服的感觉，我希望能够跟妈妈好好讲讲，就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吵架呢？所以你为了未来的生涯的选择，然后跟妈妈起冲突，这件事让你不舒服？对，非常的不舒服。你到现在还是有这样子的不舒服，也不晓得怎么做？对，我非常的困惑，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妈妈讲解。林老师这边有一个叫做善意沟通，我们先来做一些简单的练习，你看看一下是不是可以对你跟你妈妈的沟通有帮助。好，我会先厘清整个过程，所以你等一下就跟着我的厘清来问。我有4个步骤，等一下我会讲，但是我现在先问你能不能讲讲看，你跟妈妈发生了什么事，然后而有这个冲突？我跟妈妈是因为就未来工作的选择上，所以我们发生了不同的意见，就是让妈妈非常的生气，觉得我好像很不理解她的想法。对，那我再来问第2个问题是，你的感受是什么？你自己的感受。我的感受对这个冲突，你显然的妈妈坚持她的看法，你好像也坚持你的看法，那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很愤怒，很不被理解，觉得有点委屈。我们现在再问到第3个问题，就是你的感受背后的需求是什么？你能不能想想看？你也可以想想看，说其实人类大概慢慢经过整理之后，大概有6种需求，大概就是生理的需求，安全感的需求，归属感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由的需求，乐趣的需求。这6个其实都还蛮重要的，现在大家都被公认是人类有这6种需求。那你觉得你有哪些需求是有落差，然后让你对妈妈这么愤怒？我觉得我在自由跟尊重这方面的需求没有被理解。对，没有被理解，所以导致我会有这种愤怒的情绪。你这样的厘清很好。那我们现在再问第4个问题，那你要不要想想看，那你妈妈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妈妈的感受可能也是有愤怒的感觉，她可能觉得儿子不听话。对。那你有没有想想看，那妈妈她感受后面的需求是什么？也是一样，有这6种需求。生理、安全感、归属感、尊重、自由、乐趣。你觉得妈妈她会有这个愤怒，她的感受她的背后的需求？感觉比较像是归属感跟尊重这2个有所落差，所以导致妈妈对我也有这种愤怒的情绪在。所以看起来你也可以慢慢的可以知道从她的愤怒，从刚刚又问到她的需求，你也可以知道说其实她也是一样，她不会没有原因的有感受，而是她的感受是真的背后有你刚刚讲的，大概都是人类所需要的这些，而一样的就是尊重。她觉得你不尊重她，你也觉得她不尊重你，但是你觉得她又多了一个叫做归属感，她希望家有家的感觉。那你这样子理解了你自己的跟你妈妈的感受跟需求之后，2个人之间的不舒服可以怎么样做？你可以怎么讲？你可以怎么做？然后等一下来讲你可以怎么讲？我觉得因为我们2个都在尊重方面有所跟我们期待的有所落差，所以我会希望就是可能开始就是去尊重她的想法，可能跟妈妈谈的时候会说，为什么妈妈会希望我去考公职？我可能会开始去厘清妈妈的原因，让我们彼此都可以确认，就是我们是有在尊重对方的意愿，我们愿意去想对方的想法。OK，对，所以
同样都是有一个需求，你们两边都是叫做尊重，所以你想说，那就既然尊重都一样，所以你可以理解妈妈的需求，那你自然你希望妈妈理解你的需求，那这个你可以透过讲来讲。那你要不要在这边先想想看，如果我是你妈妈，你会怎么样跟我讲？妈妈，为什么你会希望我去考公职呢？这好像跟我的未来的规划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落差，所以我想要知道妈妈这边对我有什么样的期许吗？所以看起来你可以说得很平衡，而且也不会混入你自己当时的愤怒的情绪。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重新的理解，你可以这样说出来，那祈求母亲也能够理解你的需求，你也会对她表示你理解她的需求。那这个事情是不是就会比较能够做得圆满？对，好像可以比较平静的说出来，也可以跟妈妈比较有办法，就是沟通到我们之间的想法。对，所以基本上就是有这一次在这边讨论的成功经验，事实上是有帮助你在回到家之后，会跟母亲的沟通。那未来在一些人生路上的一些沟通啊，或者一些不舒服的情境，也可以用这种成功经验来衍生。这样好吗？好 ，OK，刚刚录影的这一段呢，它本身呢就是很完整的非暴力沟通。那非暴力沟通呢，现在就是有把它改名为善意沟通。那它有4个要素是很清楚的，就是观察、感受、需求跟请求。它可以在助人的过程当中，把它弄成6句话。这个咨商者呢，可以让案主可以在这个当中重新去思考他碰到了什么。譬如说，我们就会问第一个问题，那是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就是观察。那这个呢，要请他比较有评断。如果我们讲的个案中心里面，他就是不能够用价值判断去判断任何人，包括治疗师都不能。那第2个呢，就是感受。如果我在这个第2个问题就问他，那你的感受是什么？他可能就会讲出他的不舒服啊、愤怒啊、忧郁啊、焦虑啊、抓狂等等。第3个呢，就是在感受后面的需求是什么？其实呢，他们可能会一愣这个时候我会补充说人类发展到现在差不多有6种需求都是几乎是被肯定的，就是人类几乎都会有这6种需求，就是生理、安全感、归属感、尊重、自由跟乐趣。这6种呢，就问案主你自己呢大概会有这个情绪或感受，那你背后的需求是这6种里面的哪几种？那他自己就会去讲。然后再下一个问题呢，第4个问题就会问对方的感受是什么？他也讲到妈妈好像是也愤怒也不舒服甚至也抓狂这样子。我再来就问下一个问题，那妈妈她的感受背后的需求是什么？也是有这6种需求，请她帮妈妈选一下，妈妈大概会有哪些需求是她这个感受后面的。他就讲到同样的跟她一样都有所谓的尊重，那妈妈又多了一个归属感是她肚子生出来的小孩子怎么会现在不听她的话？现在还有家的感觉嘛？妈妈觉得这个很重要，她也可以理解啦。然后再来就是第6个问题，听完了这些你自己的跟你妈妈的感受跟需求，那你自己可以怎么样重新来思考，你要怎么面对你们2个人之间的不舒服？你能不能想想看，那你可以怎么样跟妈妈讲出来？基本上她可以讲出来。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就是可以让案主可以知道，其实我们只要透过观察、感受、需求、请求，然后这4步骤就可以解决自己内在的冲突，也可以解决人跟人之间的冲突，其实也可以解决种族、宗教、国家之间的对立。Marshall Rosenberg 他就把这一套把它拿来做国际的调解，包括非洲中东或是任何宗教之间冲突的调解，都非常的成功。他延续了 Rogers 他个案中心的想法，把它成功的弄在人类间的冲突、家庭间的冲突，这个都是很好的。所以基本上请各位可以来用而且呢也可以把它录好，自己可以问自己，不管是自己之间的内在的冲突、人际间的冲突、家庭间的冲突、种族间、国家间的冲突，都可以用这一套方法。那这个是非常棒的，谢谢。